咱把咱调好的这个花蕊这个颜料就拿出来了。接着呢，我们一起来把蕊来点一下。在它们的夹缝处，你看见哪个地方有一点不好看了，平行了，是吧？你呢就去那个地方点。就是说，后者可以为前者呀做调整。我们再来让这些蕊也是，让它们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尽量避免画成一样。上面呢，再来在这儿来点，对，不光要这个花冠是吧？它灵动起来，这个蕊，它好像也有几分动态出现，这就是它的灵动度呀，是整体效果给它表现的，而不是说是单单的就一个花瓣儿。你花瓣画的灵动，你的这个花蕊缺少几分动态，它还是不好看呐。对，过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都在这个课上已经讲过，是吧？这个花蕊为什么要这样点？这个就是它的基本生长状态。我们对这个了解之后，是不是再来点这个花蕊的时候，就不会说太纳闷为什么花蕊非要这样点，和原来的为什么有不同？花型，这些蕊我们就点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呀，就把这个皇冠型的大牡丹提前给它画出了一朵。它的尺寸是多少呢？也就是有20公分左右。我的这个手从这儿到这儿是20公分，这个20公分左右多1公分。好，我们来看看这朵的颜色，我们还是事先准备好的太白然后呢，这个3青加了一点点。咱们呢现在呀，接着来画这个粉色的，因为这下面这一点颜色较重这一点我们在旁边衬一个粉色的当然了，它还是会显得比较亮。我们画完这个皇冠之后，旁边呢再来加一朵，我们这个时候就来调玫瑰色。这时候你调色的时候，看看你毛笔上的水分是不是太大你看边调边流是吧？很容易这后面的白色它就流到前面去了，这个底色。所以你呢就可以采取措施，笔根处把多余的水分呢给它吸掉。我们再来调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这水分不太大。这个呢是玫瑰色，笔尖当然了，我们要加强颜色这个曙红色咱们先不用，咱现在画粉色的牡丹花，把这个位置要让它向下挪一点，重色淡色它就会形成色差。好，我们现在开始侧锋运笔。好，我们现在开始。现在侧锋运笔你看这个水分呢把持的正好就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它以后干之后的质感还是很好，色度有，润度也有。所以说调色这一关呢，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来克服。接着呢，我们再来旁边来补充，对，左边也加，右边也加。
然后呢，错开，这个颜色呀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柔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让它包裹起来，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包裹的时候，你可以让它也出现一些小、比较细的侧面的花瓣，你会发现呢，哎，一会儿我们一强调啊，这一边和它们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比较薄。再来，对，慢慢的让它朝中间这一块聚拢。这一点我们也来填一下啊。上边呢，同样我们也是打开。好，我们接着再来让这一块画出层次啊。来，侧锋运笔过来，看，再过来慢慢的让花心这一块咱们可以来点小笔触来处理一下。这个笔尖就要加重颜色，过来往外翻笔，看向上抬笔，让它这一块它就有一种包起来的感觉有一种包心的感觉了。旁边我们再来进行添加，笔尖又去蘸上玫瑰，因为笔尖颜色我呢也是越用越少，这个时候我又加曙红了把曙红给加上去了，加强一下这个玫瑰的色度。接着再来包心，你看这不是就把原来的颜色给它覆盖掉了，哎，走，好，你看胭脂色用上了吧？这是胭脂花心是越包越小，然后呢，咱们还想让它出现层次，一层一层的错开。看这一块我笔上去加胭脂了胭脂把里面的层次给它打一下。是吧？花心肯定我们要向下挪，你往上挪的话，一会儿这花心本来在这个地方你给它画到这里，哎，这个就不能行。向外开笔，是吧？往下挪过来，你看，哎。慢慢的花心就朝这个地方来了那旁边呢，我们也是得让这个牡丹花绽放你看到哪个地方不太合适了，我们就需要慢慢的去给它调整。看，来打花瓣过来了，旁边还是哪个地方不好看，我们给它调整过来。这毛笔干了咋办？你呢可以涮笔尖我们去蘸点水，上面有色了你就去笔尖洗洗，蘸点水重新调。上面没色的话，你就去补笔根的颜色。这个呢也是一定要灵活，并不是说记到哪一步就不会变，一丁点儿也不会变。因为我们这个慢慢的了解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肯定要对这个有一定的掌握的。好，我们在这儿接着来这一点是不是太平了？太平了，咱就大胆的去添，是不是？看哎，
添一下，对吧？看见哪个地方太平了，咱们就来添一下。笔尖又沾上颜色了，这一点儿，哎，加一个。旁边我们接着再来，是吧？再来加一个啊，过来。笔尖又去蘸胭脂了，慢慢的咱们让这花头啊就活起来啊。然后这一块呢，要不要再加上一个啊？你看毛笔，看清楚我咋运笔的，因为咱想让牡丹花头画的活呀，咱就得抓住重点往前走。过来了啊！哎，这一块我们向上提点。下面这一点加上一点，画一个。好，朋友们，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画啊。这个笔根处，如果说没有颜色了，你就去蘸，每个环节都是这样。我们没有颜色，就去笔根处蘸你调好的颜色。接下来呢，这个是玫瑰，我们重新来调上，过渡好。一层一层的，笔尖需要加强，加强了之后，你还是左右调匀，毛笔旋转啊。好，这时候曙红可以来一丁点儿，胭脂来一丁点儿。接着我们来吧，在这个位置，来你看看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好，我们在这再加一朵吧。再加一个花瓣儿，你看过来，是吧？加一个瓣儿之后，你会发现，哎，是不是整体效果你自己不满意了？不满意，我们就再重新来一次。这儿要不要再来个大的？正好啊，你来大花瓣的时候，那笔根处的淡色就用上了。那么你画出的这个牡丹呢，哎，里面呢颜色。是吧？非常的重，显层次，外面呢又非常的润。这个牡丹花呀，特别的漂亮啊，就呈现出来了。花心处我们再一收拾，把花蕊一点，这两朵牡丹花呀，是吧？虽然说是品种不同，但是呢，它在这个画面上都是非常有姿色。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用三青来点蕊，三青我们点上花蕊，点它的雌蕊。哎，接下来呢，把雄蕊也给它补充上。好，我们现在呀点上花蕊。花蕊也是呀，让它有一定的动态出现。哎，这样点出的花蕊就漂亮了。然后花头有精神，花蕊同样也是。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你看这里面有太白色。因为咱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两朵牡丹花画好之后，我们呢就该往下一步走，再来画出第三个花头。对，这两朵花头画好，我们画第三个花头。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画一个重颜色的，正好呢，上面的淡色和重色，它有一个明显的色差呢。一呢，它也体现出了花挡花的关系；二呢，浅色和重色相交叉之后呢，重色会更亮，淡色呢还会更亮。所以说，它们之前我们在这个课上已经讲过，花挡花、叶挡花，还有它们相互搭配的这种位置，我们也是需要在这个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一个了解。这个呢是紫色。我来加上一些玫瑰色，现在呢就拿它当底色，
顺便我们再来画出红色的牡丹。好，这时候你感觉差不多还是不太够用，你就再来里面加一些啊。当然啦，太白色不宜过于浓稠，刮掉多余水分。那么你的笔尖如果说你刮掉多余水分，你还想去调其他颜色，你呢就可以洗一下啊，洗一点点，洗的同时它把水分也给吸上去了。接着呢，我们再来重新蘸上曙红，才开始我们还是轻薄过渡。接着呢，慢慢笔尖加强加强颜色，最后笔尖挂上胭脂色。好，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位置再来画出一个重色的牡丹花头。还是开始侧锋运笔，来一个过来，开始来画，还是把花头的朝向这一部分呢问题先给它解决了。笔尖我又去加上重色，该拐的地方我们要拐一下啊。蘸重色过来，笔尖呢需要加强它的色朵，然后也是通过这种打层给它画出。侧锋运笔，好，过来是不是慢慢的把这个花苞的外层，你看多平啊？我们是可以尝试一下，去外面呢再加花瓣儿。过来，中间这一块还是你毛笔上蘸的有色，你就可以给它一点一点打层次，是吧？错位错位，错开，一层一层的要给它错开，一定不要给它排队排得太整齐。好，下边这一块这两处呢，我们来破一下。走过去，因为我们想这儿表现出一朵红色的牡丹。过来，笔尖加上重色，托笔，还是笔尖光加胭脂色。好，走，要大胆的去行笔错位，一定要错开。再来看层层叠叠给它进行叠加。笔上感觉有曙红够用，你光在笔尖加强就可以了。过来向外运笔，花头就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了慢慢的就绽放起来了。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该调整的就需要调整，它两个之间让它有遮挡关系，是吧？旁边后面我们再来进行添加。好，再来对这个花瓣的处理它也是直接影响着它的动态。笔尖来挂上，不用看这个颜色特别黑一会儿慢慢的干了之后呢，色彩就会呈现出来。
也是一个就是特别亮的花头。你看，我又加强了一点。过来，把这一块啊，给它调整一下。下面呢，让它绽放。这上面这一点儿，我们也是啊，就需要来收拾一下。加一个花瓣儿，开得更猛烈一点。好，这个红色我们已经画出，现在呢，还是点上花蕊。我们来点上花蕊，再重新把这个花蕊来点一下啊。现在1、2、3，这个1、2、3，3朵花头已经画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再来添一个花苞，尽量让它两者之间啊又有些相似。这样的话，它们之间有着关系之后呢，它就不会说显得太琐碎。那么我们就找好一个位置啊，在这个地方呢，来一朵，正好呢也把它一破。所以说，它们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好，我们重新调上颜色。这个呢是属红色，笔尖我们挂上一点胭脂啊，把这个花骨朵来画一下。中侧锋行笔，笔尖入指，拖动笔肚。对，我们现在呀，画出了一个花骨朵。画完之后，我们再看看啊，需要在哪个地方再进行调整。咱们看看现在这整幅画，我们接着啊，再画哪一朵？你看，这个画完，这个画完，这个呢是叶胆花，肯定是我们不能先动手来画。旁边这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把这一朵给它画出啊？看看安放在哪个位置合适啊？这2朵我们是可以给它画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呀画这一朵，在这个位置，你排的时候尽量别让它排得太齐，尽量错位。好比说，它2个在这儿，你可以安排到这里。好，我们在这儿再画一朵啊。